那我们就赶紧去下一家。我的，上楼上楼。 Let's go。哇，好漂亮 ！Butterfly。哦哟，这什么啊？呀啊，对，他喜欢虫虫。You。在我们开始搜证之前，你先自己交代一下吧。哦，对待我就是就是这么对待的。哎，这有个文件袋。这个推是农业。这个推是。叫你玩，叫你玩！哇，吓死了！我天哪！我们刚要念推是农。贺宠宠说：“经批准，你已经被我校生物科学昆虫学专业录取，请来此报到。农业大学。”贺宠宠，性别男，年龄16岁，身高1.60米。16岁的时候你1.6米。再搜一下。哎。哎，这这说呀，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怎么跟他画的一样？这不是白画的画吗？你俩兄弟啊？啊？不是，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地方，神魂颠倒。你们都老乡儿，你们都是？对。那这谁？这是在神魂颠倒上，他就是管我那一个区的管家。管家？对。你为什么要跟管家合照？哎，这是假的啊！哦呦呦呦！好多东西啊！若是灯塔还没来，孤岛也可赴山海。勇敢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吧，未来就靠你自己。别犹豫，别徘徊，别回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的管家。你跟你管家是什么关系呀？关系有点不太对，我感觉。别骂，先骂邵老师。哎，在这有个纸。宠物箱里面啊。在这有个纸。太愚蠢了，以为我们竟然会怕这东西。哎呀，我是真的怕。也这么样的话，我就扔你脸上了。检测报告。样品名称荧光粉，样品完好无异常。经检验，荧光粉是一种由失败实验体上剥落下来的物质，它源于实验过程中能干细胞标记试剂的异常沉积，试剂发生降解，变成一种能够发出荧光的粉末，最终附着在实验体的本身。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引发未知副作用。荧光能也是实验体。穿着夜光液。荧光粉是一种由失败实验体上剥落下来的物质。哦。还有东西。哎呦！啊，好浪漫哦！以后你可以给你女朋友弄这个。我就是一个浪漫的人。有什么线索吗？好吧。哦，还有电话哦，手机。不得不说，这张照片又把我给帅到了。好的。
time again， 我又被你甩到了。第一类名册：人为善亲子库。第一女，2000年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较差已死亡。后面都是一样的，但是第六男，2003年出生，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良好，因管家牛大协助，于2019年8月逃走，下落不明。牛大因此被处理后失踪，需尽快找到并处死。还有一个出生记录，新生儿姓名第六，性别男，父亲的姓名他写着人为善，然后被划掉，改了牛大。牛大是不是就是他那个管理员啊？对，所以你是牛大的儿子。第六，牛大。我爹还是人为善。6年前，我的管家突然递给我一张刚刚的那个信息表，他说让我去按照这个身份去生活，替代了别人。我顶替着他的身份，来到了推市大学昆虫系上学。我是第六，名字叫小牛。第六小牛。第六小牛。毕业之后，然后我想回到那个岛上，我找不到那个岛了。你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然后无奈之下，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去旅游社。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了一个叫拉岛的地方。结果在拉岛上，我发现了一个跟那个标本一模一样的昆虫。我就想起了，会不会我的管家也在这儿？然后我就在岛上追着这个牵牛，我想找到一些线索。结果我追着追着晕倒过去了。好没用啊！结果晕着晕着，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了岛上的一个屋子里面醒过来。我从屋子里出来，发现了一个荧光人，那个背影特别像管家，然后我就追过去，但是我没追到。我回到了木屋之后，发现我的东西被整理好了。哦，整理的排序跟当年管家小时候照顾我的那排序一模一样，我就证明那个荧光人一定是我管家。然后我带着那个他的荧光粉末嘛，我就回了检测，就发现我管家变成了试验的失败的对象。那昨天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你的管家有几分相似？就是他，我能确定他就是管家。后来我就一想，这人为善跟管家在同一个地方，人为善会不会对管家有欲行不轨嘛？所以昨天晚上9点15分的时候，我去人为善房间想去一探究竟，他到底想对管家做什么。然后9点20出来之后，回到自己房间，我想不对，我想去找一下这个院子里有没有那个牛大。出去找的院子。目前你是唯一一个出过院子找人的人。对，我出院子了，但是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又回了房间了。10点半我们就去吃夜宵了，对，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想着想着睡着了，血糖太高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睡得着？好吧，走吧，下一节去科舞王，最后一位。啊，等一下，这个我的房间必须要脱鞋啊？为什么？指压宝。真是无语。那我们可以不用搜了。就因为这脚，那算了，咱不搜了。因为这是我平时练舞的特殊地毯材质。为了不让大家破坏我屋的生态环境呢，一定要脱鞋再进入。别怕，真的，这有啥的？哦天哪，我还穿了秋裤。谁没穿秋裤？你看我的。
太疼了。何医生，你先走。这个会检验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一个男性站在上面会觉得很痛苦的话，就说明他有点像那个推你别前浪，一会儿你最痛苦。像推前浪一样，肾已经衰竭什么之类的了啊。不疼，身体这个已经有点像，当然不疼了，像推前浪一样，肾已经衰竭是吗？一点都不疼，哪里疼？疼吗？你疼吗？一生要强的男人嘛。哦，还行，其实。啊，真的还啊！你别装了，哎，我一点感觉没有。别装了。我一点感觉没有。一生要强的男人嘛。还好吧。爸，你有可能不是身体好，只是脚皮厚。啊！蝴蝶灯是干嘛的？蝴蝶灯那个只是个灯而已。哦，好。最重要的东西。哎，等一下，这有什么玩意儿？好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天哪，你们两个！他要跳那么高吗？幸好脸没在这儿。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好，快点。哦，狙击蝴蝶是什么东西啊？在床上听你说。哎，我天哪啊！好，我也要上。啊，来，请站。自白吧，说。我的父亲耶，是柯教授，科脚臭。柯教授，喝脚臭。所以他要在这脱鞋每天。哦，好。我的父亲呢是一名生物学的大拿，这辈子研究一个叫做能干细胞的东西。这个细胞呢可以让人长生不老。18年，我1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接受到了一个邀请他去到一个岛上，作为这个岛上首席科学家，去带着他们研究这个东西。我父亲非常感兴趣，他就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研究梦想。我就跟他说，我说父亲，我不想和你分开。我父亲也不忍心把我自己留在这里，所以他就说那好吧，我就带你过去。他就把我不对，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了。你闭嘴，你闭嘴。你才多大呀？你还是我给你养大的，你自己有点数。你半年14亿，你照顾得了谁？他就偷偷的把我带到了这个岛上，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出现了。这个小女孩呢，塞给了我一个皱巴巴的礼物，就是用你手里拿这张纸包住的一个礼物。她告诉我说，有人在追杀她，有人在找她。我爸心又一软，就把她也收留了。在后面研究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这个岛已经不安全了。他说你现在必须得走，因为他告诉我这个岛上其实是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实验研究。在我走之前呢，他就给了我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手链。没错，他说这个是妈妈留下来的，他其实里面有2个，但他只给了我1个这个手链，一半嘛。就是说希望这一半的蝴蝶可以在未来的你自己回去自己生活的时候给你带来好运。哎，那这个呢？这也是你的吗？这个也是我的，没错。你来打开吧，密码是我生日。我知道你生日我。哇，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这招是。我真的非常伤心。好难过，你真把他当哥哥，因为我完全能看得出来，你真心把他当大哥的。没想到他是一个就是不靠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空心人。对，我不是空心人，我是负心人啊！我早看出来了，他是个负心汉。给，开了。来，我念一下他的日记啊。2019年12月20日，退贤的董事长任为善，人如其名，伪善。他利用我开发能干细胞的事迹，还丧心病狂地私下违规进行人体实验。这个岛应该就是神魂颠倒。对，对。任为善的全部罪证都在他那里被藏得很好，我必须想办法找到那些罪证，举报他。可是岛上的信号被任为善控制了。12月22日，我想到了能联系外界的方式，可是举报邮件没发送多久就被任为善发现了。不仅如此，他还给我强行灌下了毒药。送小金离开的船已经安排好了。原来小金，你们2个是？啊，就是他送他的那个礼物。不，送我这个礼物人其实名字叫做金扫帚。姐姐，我姐姐失踪了。有一个小女孩出现了，她告诉我说有人在追杀她，有人在找她。我爸心又一软，就把她也收留了。送小金离开的船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你爸妈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是金扫帚是吧？对，我姐不在了，就让我代替她。爱你，这个爱。所以狙击蝴蝶是什么东西啊？我下了岛之后，因为我爸告诉我，他说这个集团知道你的存在了，所以你现在逃走之后，他们一定会派人去市里面找你。于是我下来之后，我就去开了一个夜店，我就做成了现在的这个夜店老板嘛。你爸被人囚禁关在岛上，你出去蹦迪去了？因为我觉得不被人追杀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混迹于人群。接着奏乐，接着舞。没错。然后呢？生活一定是要继续的。好乐观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开了这个夜店之后呢，我果不其然，我就自己安逸的生活了很多年，没有人找到我，确实。然后我还是想找到我爸爸，我就开始想，我怎么才能再找到这个岛？我想，唯一当年我从岛上带下来的线索，只有我手上戴着这个蝴蝶，我就出了这个狙击蝴蝶的悬赏令。我希望到达我夜店来的每一个客人，如果他们可以告诉我关于这个手链的任何线索的话，他就可以免费得一些我店里给他提供的礼品。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来这里，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带我们去看到那个推三娘的宝藏岛。我想，说不定这个岛反正也是个岛嘛，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什么线索，于是我就来了。那可真是巧了啊，因为我也没有别的线索了。你跟那个任为善没有任何关系吗？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左手的手臂上面有个标志，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在岛上跟我爸爸一起待着的时候，看到过那个岛上的工作人员的手上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当年那个岛上的人。所以我就晚上在我们调查完那个案件之后呢，9点55去了他的书房，然后10点我就回到房间了。他没在房间是吧？他没有在房间。你进到房间看到什么了？就是那个带锁的本子。OK， 你爸的日记。没错，我回来之后，我用我的生日打开这个笔记本，看到了我爸爸写下来当年他所遭遇的这一切，我终于知道了当时我爸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就是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因为我爸爸已经遇害了，所以我就知道是这个任为善害死了我爸。那他动机很强。替父报仇。
反正回到房间之后，我就想着他怎么杀，想着我就睡着了。好，真是一群无心之人，空心人。好。接下来我们去会客厅讨论一下吧。好的。Come on everybody， 有吃的，太好了。还有馒头，最爱馒头了，谢谢。最爱吃我的馒头。反正就是大家动机都有了。对，而且都很重，今天。 So， 人为善，他把我们所有的倒霉都抓起来关起来，老弱病残就推到海里，年轻的就囚禁。我妈妈临死之前跟我说，一定要复仇。你媳妇儿以为人为善生产2子1女，逃离过程中被发现已处理，确认死亡。我是第6。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良好。因管家牛大协助，于2019年8月逃走，下落不明，需尽快找到并处死。我的父亲受到了一个邀请他去到一个岛上，作为首席科学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岛上在进行非法的实验研究。12月22日给我强行灌下的毒药，是这个人为善害死了我爸。一进房间，他那个队长想说：“老板，我在白的房间，那我们要不要干掉他？”我就想着我来回房间堵住这个008，他跑了，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手机上的记录。白纸画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我一定要杀了他，人绝后患。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应该也得反杀一下他？我觉得你有一个层是为了他。 他其实从小就知道那个岛上在发生什么。他其实从小就知道那个岛上在发生什么，所以他才会编造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来骗着把我救出那个岛。小八，希望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能原谅我对你的欺骗。但是他有个固定的病，就是失忆。对，他从小知道嘛，但是他阶段性的失忆就代表他会闪回一些片段。用灵感画出来的画连在一起，神魂颠倒。但我不太确定那个杀意是不是在闪回中产生。我觉得一会儿肯定还能遇到那个荧光哥嘛。我觉得荧光哥出来，应该他跟他的关系能更出来点什么局。哎，而且我昨天我看到的是2个荧光哥。哦。在那餐厅里看到一个人穿斗篷，那我们只看到一个。但是昨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2个，就很有可能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荧光人干的。已经确认一件事，我媳妇那个信是荧光人给我的。哇！哎，那个穿披风那个人，所以有2个被做过实验的人。对。还有谁是被人为善给害了的呢？他爱你爸。哦，你爸？不可能是我爸，不可能是我爸。荧光人啊？不是，不可能，我爸已经死了。那另一个是谁呢？然后还有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有2个人看到人为善是提前走的，为什么有3个人看到人为善留到了最后？他回了家，我们又吃了40分钟，我们就走了。但是回头一看，老板还在那儿。他在哪里？还坐在那里吃饭。没错，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啊？我是看到他不见了。我也是看见不见了，有区别。他什么时候走的？包括昨天那个谁，他桌子上其实还有个电脑，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查看，在201。那我们一会儿再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好。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你现在要白切黑了。哎，我现在先说啊，现在都有5个嫌疑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再选的，他真的是太弱了。
他选我当 X，怎么肯定怎么会这么弱呢？他在说你，他说你。没有，我在看，你别打断，我在看所有人。今天要谁是凶手真的很弱，别选我。休息一下，各自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的。休息完了，看看他，爸。你怎么有点欲言又止？太明显，我感觉他想进来骂人说凶手，我真的看不起你。后来又想自己如果说这句话，没有，我现在觉得他很自信。啥意思啊？没人选他当 X。对，他的意思是他不是 X， 但是这个话不知真假。啊，也有可能他现在很牛了，现在开始跟我们玩这种东西，一进来就想说。我觉得没人选他当，没人选你当 X。对，去二搜走。快，一边走一边说嘛。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说，我是 X， 我是 X。你们到底谁是凶手？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啊？